大家好，欢迎来到无事发生。新疆古称西域，地处中亚洲的中心区域，著名的丝绸之路贯穿其间，将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新疆由此成为多种文明的荟萃之地。很多人如今大致知道了一些发生在新疆维吾尔族人身上的不幸，但对新疆问题及其错综复杂的历史沿革感觉懵懵懂懂。我们希望给想了解新疆问题的朋友们尽力简明扼要地介绍新疆，梳理中国共产党当局在新疆推行所谓的教培中心这个最终解决方案背后的政治逻辑，澄清中共灌输给大众的有关新疆错误的历史和政治观念。我们特别查阅了相关的文献，将文献汇总并制作了《你的新疆，我的东突》3集系列影片。这个系列只是抛砖引玉，感兴趣的朋友想要获得有关新疆的现状和历史的更多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在 YouTube 上继续搜索其他维吾尔族朋友制作的影片。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提到研究新疆问题，其实就是主要聚焦研究新疆的维吾尔族问题。本篇所提到的新疆问题也主要聚焦在新疆维吾尔族问题上，但这并不代表在新疆只有维吾尔族人受到中共当局的迫害，实际上其他族裔也受到中共的迫害。但因为受限于资源限制，我们这个系列影片只能通过介绍维吾尔族所受到的明显迫害为大家呈现新疆问题。我们还需要提前声明的是，我们在影片中为了照顾大众表达习惯和方便，使用少数民族来指代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世居民族，并不带有歧视的意味。1949年至2020年，中国共进行了7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比第7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和中共建国时政府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到，新疆维吾尔族人从中共建国后的将近330万增长到1162万4257人，占总人口的 44.96%， 人口增长率为 252.25%。而汉族人口从49年的29万增长到1092万098人，占总人口的 42.24%， 人口增长率高达 3665.55%。 一贯奉行大汉族主义的中共当局为了控制新疆，以西部大开发和支援新疆的名义向新疆迁移了大量的汉族人口。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尽管少数民族在新疆最多可以生育5个孩子，但汉人在1953到2000年之间的增长趋势迅猛。从以上陈述的这些事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维吾尔族人享受所谓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全国其他地区还在实行计划生育时，他们已经不受计划生育限制，但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口并没有因此而大规模增长。从数据上看，中共建国以来，维吾尔族人口增长只有2倍左右，不到3倍，而汉族人口却足足增长了36倍多。与此同时，中共当局近年来出于种种原因，竭力强化对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控制。2014年习近平访问新疆后，新疆当局从2017年开始将大量的少数民族投入所谓的教培中心，并更新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汉族与少数民族生育同等数量的孩子。一篇2014年发表的题为《新形势下我国反恐战略的几点思考》的文章，对控制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方法是这样建议的：从长期反恐战略看，有必要采取措施介入，对特定区域人口进行有效调节，如在民族区域提倡优生优育，提高少数民族人口质量，加大人才引进工作力度，通过优惠政策留住汉族人口和人才，提高汉族人口的比重。虽然这是学界的建议，但是后来的种种事实也印证了中共确实在按照这种思路控制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根据德国学者郑国恩的研究，2015年至2018年期间，维吾尔族最大的2个州，即和田和喀什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 84%。2020年，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为主的克孜勒苏地区将人口增长率设为接近0。这个目标的设定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该地区2018年人口增长的目标还是每1000人 11.45。与此同时，以汉族为主的地区其人口增长率几乎是周边维吾尔族农村地区的8倍。2019年，从中国泄露给西方媒体的一些文件中透露，中共在维吾尔族农村地区推行大规模的女性绝育运动的计划。该项目针对整个南疆地区，并在2020年继续增加资金投入。违反节育措施者将受到法外拘禁的惩罚。
会被送到中共当局所谓的教培中心。根据郑国恩的研究，新疆当局计划截止到2019年，对南部4个少数民族地区至少80%的育龄妇女进行侵入性避孕手术，但实际比例可能要高得多。2015年至2018年，新疆人均新放置的宫内节育器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8倍。虽然新疆的维吾尔族总体人口数量在稳步上升，但是汉人人口的增长明显远远超过了维吾尔族人。中共历来宣传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口增长率超过汉人，但有关的宣传从不与汉族人这70年的人口增长率做比较，对有关维吾尔族在一些地区人口数量下降的问题更是只字不提。大量的汉族人在中共的新疆政策的鼓励或奖励下迁入新疆，挤占新疆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是造成今天新疆少数民族和汉族矛盾的原因之一。在第2集中，我们会着重介绍相关问题。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新疆自治区的人口分布。2010年的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汉族居住在新疆北部的经济带及周边工业城市，而超过80%的维吾尔族人居住在贫困的南部，如安克钦和喀什地区。2010年，乌鲁木齐的汉人人口为233万，但维吾尔族人却只有35万。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将会在第2集为大家说明。西北民族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现状及变化特征的论文，陈述了新疆各族的就业构成，并得出结论：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就业人口在产业构成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与区别。新疆汉族就业人口的产业构成较为均衡与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第一产业人口构成较低，所占比例仅为 32.72%，远低于全疆及全国平均水平；二是第三产业人口构成较高，所占比重高达 45.61%， 远高于全疆及全国平均水平；三是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在其中也占了一定的比重。此外，新疆汉族人口中，党政机关人员及商业人员、服务人员的比重较大，而农林牧职业的人口比重相对较小，少数民族的职业构成与之正好相反。农林牧行业的人口占了绝对多数，基本都在 60% 左右，尤其是维吾尔和哈萨克族在该行业的就业人口的比例高达 80%， 呈现明显的失衡化、高度集中化、单一化特征。维吾尔族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失衡最为严重，第一产业人口的比重高达 82.86%， 而第二、三产业人口的比重仅有 3.8% 和 13.32%， 远低于全疆均值。纵向观察不难发现，以维吾尔、哈萨克族为代表的新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仍高度集中在农林牧渔这种较低层次的行业，而第二、三产业则呈现疲软发展态势。出于独裁专制的需要，中共历来重视历史。这种重视包括编造、捏造、篡改历史。为了将他的独裁统治的合理化、合法化，中共制造了非常多的历史和历史观。中共的这种历史操作在新疆问题上尤为明显。在中共所发明的历史中，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早在西汉宣帝神爵2年，即公元前60年，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它的设立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中共根据这一历史逻辑提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里面就隐藏着中共的一个套路，就是抛出一个名词，不做具体解释，并以此强行论证其观点。那么，正确的历史逻辑应该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解释清楚什么是西域都护府，它的职责是什么？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能否证明西域纳入了中国版图之内？《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了汉代的西域都护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守境安土，协调西域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制止外来势力的侵扰，维护西域地方的社会秩序，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都护府其实类似于先前的驻阿富汗美军，只完成在当地维护和平的任务，并不是汉代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有效统治的政府机构。而且因为王朝兴替和战争的原因，西域都护在两汉时代时有时无，
东汉以后，直至前梁建兴23年，即335年，再次设置西域都护，治所在高昌，即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那么，在当时的中国，怎样才算实际控制一片领土呢？历史学者大都认为，这要看在当地是否实行了郡县制。中国自秦至汉代已经逐步完成了郡县制改革，国家实际控制的区域则分为州、郡、县3级。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现代的省、市、区、县的前身。而在新疆建立实际的郡县制，则要从1876年左宗棠征服伊犁开始算起。纵观中国历史，从公元前约16世纪至1840年，中央政权对新疆产生过影响力的2个时期，分别是唐以前和乾隆以后。唐安史之乱以前，无论是汉代沿用至南北朝的西域都护，或是唐代建立的安西四镇或鸡梅州，均可比作今天的美军驻外军事基地。他们并不是传统国家体制中拥有实际控制能力的郡县，而且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古中国直至乾隆时代的1000多年间，一直没有出现过对新疆拥有影响力的政权，更谈不上实际统治。直到乾隆时代，因为平定准噶尔部，才使得中国的影响力再次到达新疆。历经乾隆10年、1745年、乾隆21年、1756年、乾隆22年、1757年的3次大战，清廷设义离将军统辖新疆各部，设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管理回疆事务，但实际上新疆地区仍然没有如中国内地一般实行郡县化。但可以说，此时的清廷对新疆地区拥有了一定的控制力，这也是中国政权对新疆地区拥有实际控制能力的开端。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才算是中国政权实际控制新疆呢？我们不妨引用一段维基百科的描述。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注意到，光绪3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大部分地区，但实际直到光绪10年1884年，清廷才设立新疆省，对新疆实行郡县化，完成了中国政权对新疆的实际控制。但此时已不是古中国，而是近代中国了。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被中华民国取代，湖南革命党人刘先俊等在伊犁策动起义，杀了满人将军志瑞，成立伊犁临时军政府。新疆巡抚袁大化电奏清廷，力荐阿克苏道伊、杨增新为新疆都督，自己逃离新疆。杨增新在1912年和军政府议和，逐渐取得全疆控制，臣服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革命党人或被杀死，或回到内地。1928年6月，蒋中正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设置中华民国新疆省。7月1日，杨增新自行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7月7日被刺身亡。1933年，西北军阀马仲英进入新疆，攻打迪化，被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盛世才击败。同年4月12日，盛世才入主省政府，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盛世才前期依靠苏联支持巩固政权，还邀请中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到新疆共事，后期和中共决裂。1944年，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新疆再次爆发反对中国国民党统治的新疆3区革命。3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3个地区，并再度打出东突厥斯坦的旗号。1944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将盛世才调到南京，派吴忠信任新疆省长，并命令马步芳派1个军的骑兵驻扎在新疆各地，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活动进行镇压。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对新疆的统治也并不彻底。综上所述，中共所谓的新疆自古以来即是中国领土这一谎言，即便在被中共污染了的简体中文信息圈里，也是漏洞百出，可以找到证据逐个进行驳斥。更遑论外文的第三方历史材料对新疆领土变化的历史描述了。下一集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中共在新疆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带来的各种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给我们的视频点赞并关注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通知，大家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
you